丧尸、市场、暴雪、人性。身为普通人，该如何在穷凶极恶的末世里生存下去？下了！喂，你手搁那干嘛呢？我看到你这漏水，以为傻了就帮你看看，没啥事我就走了。年轻人走回自己电动车旁，将餐放了进去。我呸！我这箱子里空空如也，还漏水，我漏你大爷！一天天就想着偷我外卖，1个月这都第2回了，我下次……突然，男人身体一颤，如遭雷击。下一秒，他脑海中瞬间涌入一大段记忆：末世、丧尸、天灾、乔乔、李哲、S 城，最后的穿越。之前的种种经历在他脑海中浮现，看着身上的外卖服，谭塔这才明白，他这是穿越了。拿起手机，看着屏幕上的时间，2026年4月。既然这样，末世之下，自己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伙伴们？不过现在的自己竟然是个外卖员，还是让他有点失望。难道就不能是某个豪门少爷吗？真是地狱开局！算了，开局先囤货，幸好钱包里还有点。哎我操！有人偷袭！一个男人满手是血的从旁边路口窜出，直接把谭塔撞翻在地。看着散落一地的东西，你过马路能不能看一下信号灯啊？这是红色，禁止通行，知道吗？男人似乎没有听见谭塔的话，整个人表情十分惊恐，头上流血了也没管，爬起来就朝路上跑去。有怪物！有怪物啊！大货车瞬间燃起熊熊大火，霎时间街道乱作一团。糟糕，难道说……谭塔扶起电车，二话不说便冲了出去。来到自己小区楼下的超市门口，此时店老板正躺在外面椅子上，听着小曲哼着歌。老板，快给我搬几箱压缩饼干出来！喊完这句话，谭塔快速往放水的地方冲去，就准备搬2箱矿泉水。老板迷迷糊糊间听见超市内翻箱倒柜的声音，直接蹦了起来。大白天的敢抢老子的店，我看你是老寿星上吊，活腻了是吧？老板你干嘛？我就想买点东西而已。你这是什么情况？多久没吃东西了，饿成这样？谭塔懒得解释。要跟女朋友订婚了，快点再给我搬几箱罐头和泡面。时间紧迫，也来不及规划什么东西抗饿，只能看见什么要什么。就这样5分多钟后，老板，其他的你赶紧叫人给我搬到楼下吧，我多付点园子。结完账，谭塔看着手机上弹出的最新报道，标题写着新型药物问世，绝症可治，死人复活。这是科技的突破，还是商人的噱头？熟悉的不祥感传来，谭塔抱着饼干就往出租屋跑去。帅哥，我出双倍的价钱，你卖1箱吃的给我怎么样？外面商店还有不少呢，你去买就行。回到出租屋，谭塔立马翻出一个小推车，迅速把楼下的东西搬到楼上，顺便找了个大桶，开始往里放自来水。忙完这些，他回到卧室，给充电宝充上电，随后打开电脑，进入了国内最大的新闻网站。首页推送的时间显示在1小时前，除了标题，整个新闻就只有一个视频，没有封面。点开视频，兄弟们，我是你们的主播猴哥，今天咱在街上逛街呢，正好遇到 cosplay 了，我跟你们说真实的很，接下来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直播现场吧。随后画面一转，看着像是一个商场中心，很多人在围着一个看不清面貌的女人，头发很长，遮住了脸庞，身上衣服破得不像话，露出了大量身体，只不过身上很脏，所以也看不见什么部位。她跪坐在圈中心，头一直机械式的摇晃着。现在真是世风日下，穿这么点就出来乱晃，脸还要不要了？保安呢？还不把这拉走？老头你懂不懂啊？这叫 cosplay， 是一种角色扮演，年轻人可喜欢了。我管你什么 cosplay， 穿这么点上街就是耍流氓。你以后要是敢这么玩，我不把你腿打得3天走不了路，我就不是你亲爷爷。哼！
随着老头离开，猴哥又将手机对准了女人。人群中不乏有些男人开始吹口哨，让他将衣服脱少一点。小妞，你这打扮我挺喜欢的，就这模样，别换了，咱俩换个地方好好聊聊呗。我跟你说，我家的猫会弹钢琴儿。女人听到声音，抬起头，露出了那已经腐烂一半的眼球。这化妆技术这么牛吗？眼睛腐烂都能模仿成这样？你不懂，现在的化妆堪比整容，再加上 P 图，在你面前你都认不出来。哎，你看他那手指像不像白骨啊？我咋闻见一股臭味呢？好像什么东西烂了。突如其来的攻击让男人反应不及，脖子间瞬间喷洒出大量鲜血，尖叫声瞬间响起，大量围观人员开始夺路而逃。镜头一歪，视频拍摄者的手机掉落地上。哎，别踩了，我的水果17 Pro Max 土豪金啊，给老子看着点。谭塔缓缓抬起头，这太快了，丧尸末世降临。丧尸爆发第一天，整个城市瞬间陷入一片混乱，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导致丧尸数量不断扩大。各位居民请注意，现在全国各城市均出现了不明生物攻击人类，目前相关人员正在全力处理，请大家近期待在屋内，锁好门窗，注意其他人的身体姿态。什么？等下，现在插播一条紧急通告。谭探一脸沉思，看这模样，世界彻底乱了。他甚至没来得及囤购物资，不过没有系统提示他该怎么找到队友呢？说曹操道：获得指向盘一枚，此物会帮助你找回队友，并恢复队友记忆。这东西，主线任务：找齐队友，生存下去，丧尸之音将会解开。此外，系统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帮助，不再出现。喂！谭塔顿时愣在原地，看着手上平平无奇的小圆盘，怎么搞都没有反应。谭塔不禁叹了一口气，真的不再出现了，太狠心了。思索片刻，谭塔走到窗户旁往下看去，现在是下午4点多。即便他所在这个小区比较偏僻，外面还是有很多拿着东西乱跑的人，估计都是想多囤点物资。谭塔也很想下去，因为他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到，比如药品和武器。不过之前的末世经验告诉谭塔不能下去，因为末世之初是最混乱的时候，弄不好就嘎在下面了。更何况他没有系统的帮助。正想着，突然只见小区楼下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直接朝着人群扑去，人群瞬间四散而逃，惨叫声响彻整个天空。小区内出现丧尸了。谭塔收回目光，把出租房房门锁死，窗帘拉上。虽然还得出去寻找伙伴，但是前提得保证自己的安全。希望大家都没事吧。做完这些，谭塔把剩下的水和食物集中在一起：5箱矿泉水、2大桶自来水、6箱压缩饼干、4箱泡面，再加上冰箱厨房里的剩菜和之前买的小零食。经他计算，这些东西顶多能维持1个月。1个月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半个下午的时间过去，转眼间到了晚上，楼下依稀传来丧尸的嘶吼声。老小区出租屋内虽然水还没断，但是电已经停了，房间内黑漆漆的，只能看见一盏微弱的台灯亮光。谭塔坐在沙发上，这小半天他思考了很多，丧尸的传播速度能否在1个月内控制住？如果不能，那他该怎么找到伙伴生存下去？这些都无从考究。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晚上10点20分，依旧是没有信号。看着远处大楼亮着的灯光，这老破小区的设施还是跟不上时代。算了，先睡觉吧。再次检查了一下所有门窗，确定该锁的锁，该关的关之后，劳累了一天的谭塔踏入卧室，进入了梦乡。这一晚睡得并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谭塔同往常一样醒来，外面一片安静。他吃了2片压缩饼干，喝了点水，不算饱，但也不至于有饥饿的感觉。走到窗边，谭塔决定继续观察着外面的情况。楼下已经看不到来来往往的人们，而是10几个路人低着头在漫无目的行走。谭塔一眼看出，这些都不是人，或者说不是正常人类，丧尸。突然，只见对面楼口里跑出来一位男子。男子神情有些慌张，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这是正常人，
男人脚步轻盈地跑着，他的目标是50米外的一辆私家车。很快，男子并没有引起远处丧尸的注意，眼看着就要抵达私家车的位置，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就在这辆车车头的位置卧着一位好像嘎掉的人。这个位置谭他能够看到，但是对于下方的男子来说是个死角。男子看着近在咫尺的汽车，脸上止不住的露出了喜悦的表情。当他打开车门的一瞬间，杀人一下子从侧面抱住了男子，一口朝着男子的肩膀咬去。就这样，楼下又多了一具行尸走肉。谭他重新拉上了窗帘。中午，由于没有热水，谭他就着凉水干吃了一桶泡面。虽然有点硬，不过之前经历了那么多末世，虫子都吃过，这点难度也不算什么了。下午，楼下的丧尸越来越多，小区外竟然隐隐约约传来几声枪响，但是一段时间后又消失不见。谭他也在家里找到一把长刀，应该是平时切西瓜用的。拿起刀挥舞了几下，熟悉的感觉涌上脑海。虽然现在的身体强度不如从前，但是谭他练就的战斗技巧和末世经验依然存在，这把长刀就用来防身了。躺在沙发上，谭他拿着波动的手中的小圆盘，不知道在思考什么。瞬间，谭他呆住了，他隐约好像看见小圆盘闪烁了一下，这什么情况？难道有伙伴在附近？谭他坐起身，面色严肃地盯着手中的圆盘，可10几分钟都没有再次亮过。谭他叹了一口气，看着外面的夕阳，又是一天过去了，也该吃晚饭了。突然，丧尸爆发第二天，被困在家里的男人刚准备吃饭，就听见门外传来一阵诡异的敲门声，空气中仿佛还夹杂着一股腥臭的味道。谭他缓缓靠近门口，顺着猫眼看了过去，门外的人低着头，看不清脸庞，浑身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衣服，衣服上还挂着不知道什么东西，有红色，有黄色。谭他一眼就看出来，他不是人，是丧尸。楼道内竟然也出现了丧尸，叹了口气，谭他转身离去。回到房间，坐在电脑前吃了点压缩饼干，幸好现在的气温不热也不冷，这要是冬天那还不被冻死。看着远处大楼依然亮着的灯光，就这样接下来的2天，谭他就待在出租屋里。白天他用书本之类的烧铁碗，试图把水烧开煮泡面吃。小区其他人窗户也都有烟冒出，但没过2天，冒烟的窗户也越来越少，街道外的枪炮声也越来越弱。而楼下的丧尸变得更多了，看着起码有20多个，他们嘶吼着在楼下漫无目的行走。就这样，转眼间到了丧尸爆发第5天上午，坐到窗边，谭他继续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半个小时后，只见另一栋楼的楼口里小心地走出来一对年轻男女，应该是情侣。同前几天的男子一样，他们先躲着观察了一阵，便避开丧尸群，朝着小区楼下的超市跑去。应该是在家躲了5、6天，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食物。刚跑没多久，不知是2人运气差还是怎么，就被不远的一只丧尸盯住，嘶吼着朝着2人走来。男人颤抖着抬起手中的棒球棒，催促女生快点跑。可女生惊慌失措之下，竟然现场表演了一个平地摔。丧尸的速度并不比人慢，而且距离不算远，还未等女人重新爬起来，丧尸就扑在了女人的背后，直接咬在了女人的脖梗处，一口一口的撕扯着女人的血肉。救我！救命！前方男子回头看了一眼，惊恐着快速朝着外面跑去。女人惨叫的声音在小区里回荡，只见四周不断有丧尸聚集。不到半分钟，谭他视线范围内已经多出了足足20多只丧尸，甚至就连小区外面也不断的有丧尸涌进。就这样，女人的惨叫声逐渐消失。待丧尸进食完毕，小区重新安静了下来。靠，真倒霉！因为女人的惨叫，小区内又多了几十具丧尸。一阵尖锐的雷鸣传来，划破了天空的沉闷，大雨磅礴而下，猛烈地冲击着大地。阴了2天，还是下雨了。夜晚，谭他发现远处大楼内的灯灭了，看来整个城市的电力系统已经崩溃，事情正在朝着无法控制的地步发展。这几天，谭他也统计了一下食物和水，短短1周，尽管他省吃俭用，也已经吃掉了1箱压缩饼干和半箱泡面。
水也喝了一大桶，不过再坚持20天肯定没问题。但是2天后，突然发现的一个现象彻底打乱了谭塔的计划。这天晚上，谭塔起身准备去厨房找点吃的，可突然他发现沉寂了好久的小圆盘又发光了，不过亮度很低，如果不是在黑漆漆的夜晚，很难让人察觉。谭塔面露疑惑，转身又走回客厅，准备研究一番，可刚到客厅，亮光又消失了。这什么情况？谭塔起身再次跑去厨房，又亮了起来。霎时间，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难道说厨房的方向就是某个伙伴的位置？瞬间，谭塔反应过来，因为还得寻找队友，所以他不可能在出租屋待一辈子，万一队友出了什么意外，那可就麻烦了。既然注定要出门，那就需要更加全面的计划，比如锻炼。如果想要不被3个丧尸咬伤，那就需要一副强壮的身体。就这样，接下来几天，谭塔每天除了观察外面的情况，就是锻炼身体。时间飞逝，转眼间到了丧尸爆发第14天。经过1周的锻炼，谭塔明显感觉到身体力量增加了一些，但是代价就是食物消耗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剩下的食物可能只够坚持2、3天了，这就意味着他应该出去了。被丧尸围困第15天，家里的粮食已然吃完，男人不得不出门寻找食物。他找来一些用不着的书本，固定在手臂和腿部的衣服内，戴上自己的头盔口罩，把剩下的食物装入背包后，男人看着手上发着寒光的西瓜刀，老伙伴又要并肩作战了。就这样整理完毕后，谭塔缓缓来到门边，透过猫眼观察，之前走廊里的女丧尸没有出现，估计去另一处游荡了。悄悄地关上房门，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往前走去。走廊里阴蒙蒙的，地面和墙上到处都是垃圾和暗黑的污渍，应该是早已沉积的血迹。谭塔皱起眉头，小心翼翼地贴墙走着，下到2楼，他缓缓地移着脚步，尽量不让自己发一丝声响。看着下面密密麻麻的丧尸，这要是被发现，我估计连渣都不剩了。看来这下正门不能走了，走小区后门。来到外面，映入眼帘的全是废弃掉的汽车，路面上摆满了大量腐烂的碎枝以及一些玻璃渣子。小区的超市大门敞开着，门前10几只丧尸漫无目的的游荡着。看来小超市是去不了了，而且看着情况，估计里面都被抢光了吧。谭塔看向亮光指示的方向，那边是一片别墅区。在他印象中，那边才刚建好，入住的人并不多。难道有伙伴在那边？李哲、乔乔等人的面孔浮现在他眼前，会是谁呢？谭塔从小区后门走出，短短半个月，街道已经满是泥土和垃圾，甚至墙边都长出了杂草。不过幸好这个小道比较偏僻，人员不多，所以丧尸一只也没有。谭塔放轻脚步，慢慢朝着前面走去。突然的嘶吼声让谭塔眉头一皱，其实有了前面的经验，他现在并不害怕3个丧尸，而是害怕大数量的尸潮。谭塔缓缓伸出头，只见路边一只丧尸不知道在啃食着什么东西，兴奋地嘶吼着。只有1只吗？谭塔左右观察一番，确定只有1只后，稳准狠，丧尸的西瓜直接翻滚落地，即便脑袋掉了，嘴巴还在不停地张合着。这时谭塔才看清他在啃人类半截大腿。即便是见多识广的谭塔也被恶心的干呕了几下。转过身，谭塔继续朝着前面走去。道路上到处都是垃圾，甚至还有拆封但是没有食用的零食，很多都被人撕烂扔在地上，踩得满地都是。那些人自己带不走，也不让别人捡到。或许末日降临，这就是人性吧，自己带不走也要毁掉。就这样，按照圆盘的指示走了一会儿，谭塔到达了目标区域。圆盘的灯光更加强烈，看来就是这里。别墅区是一共2排，外面零零散散分散着10几个丧尸。谭塔靠近草丛，掏出一个啤酒瓶，然后卯足了力气朝着远处扔去。瞬间，丧尸齐齐转过身，朝着瓶子那边跑去。谭塔也趁机溜入了别墅群里。当他刚一进入，躲在其他角落里的丧尸像是闻到什么气味一样，竟纷纷扭起了脖子。不出意料，进入房屋后，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看来这一栋还没卖出去，怪不得大门没锁。就在谭塔准备拿出小圆盘查看情况时，
目光一瞥，只见5、6只丧尸争先恐后的朝着窗内爬来，又有丧尸正死命拍打着门。旁边这么多别墅丧尸不去，偏偏来他这里。谭他猜测应该是来时身上留下的气味导致。来不及犹豫，谭他拿起自己背包就往出口跑去。只是很可惜，周围丧尸数量已经越来越多，刚跑到前门位置就被堵住。迅速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玻璃瓶，他卖力朝着远处丢了过去。前面2只丧尸调转方向，朝着碎裂声方向移动。朝谭他涌过来的丧尸越来多，还愣着干什么？好啊！趁这会儿功夫，他赶紧跑到了对面别墅背后，顿时看到一个人影正往下丢绳索。男人只是发出一点声响，就被几千头丧尸追着啃咬，就差1秒钟，他的小腿就会被丧尸给抓到。刚一落地，谭他就激动地看向对面的女孩，皮肤白泽，扎着2个辫子，瓜子脸大眼睛，看着20岁左右。不过他整个人显得有点憔悴，竟然是家庭。喂，好歹我刚救了你，你这眼神怎么跟要吃人一样？谭他这才反应过来，家庭还处于失忆状态，现在并不认识自己。抱歉，我太久没有看到陌生人。你要是一直在阳台的话，下面的丧尸会越来越多。如果你不怕咱们被尸群堵住，就继续待着吧。家庭，你在这边多久了？你怎么知道我叫家庭？突然，谭他愣住了。我猜的。那啥，我有个朋友跟你很像，他……好了，你有水没有？谭他思考了下，从背包里拿出一瓶水，放在了地上。看到水后，家庭快步走了上来，闻了一下，没问题，拿起水就喝了起来。他已经1天没喝水了。看着大快朵颐的家庭，这东西该怎么给他恢复记忆呢？奇怪，好像想起来什么东西，但是又很模糊。你叫什么名字？谭踏，我字踏雪，是山巅的踏。感觉好像在哪听过。你好，我叫家庭。这下谭踏反应过来了，刚才那个小光球就是家庭之前的记忆，难怪圆盘不亮了。不过记忆完全恢复，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救了你一命，拿你一瓶水不过分吧？没事，你拿着喝就行。因为家庭是好兄弟鸣人的妹妹，所以在他心中，这妮子也是自己的妹妹。不过看见她没事，谭他心里也是很欣慰，毕竟女孩子在末世中确实难以生存。希望巧巧也平安无事吧。还有那个谭踏，你是不是要离开别墅？闻言，谭踏虽然很想说自己来这边就是为了找他，但是还是想了想，与其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等他记忆完全恢复，自然就会明白。差不多吧，不过当务之急是先去找食物。那你能带着我一起走吗？我相信你也明白，一个人不好出去，多个人也多个照应，对不？谭踏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见状，家庭为了缓解尴尬，哎，我刚领的3折叠真发货了，没想到你还挺靠谱。骗你干嘛？我肯定要试过，能参与才敢推荐。我又跑不了，达到等级没发货，你直接找我。我问你几个问题吧。啥玩意儿？我救了你，要问也应该是我问你吧。想跟我走就回答。丧尸爆发以后，你去过多少地方？家庭嘟嘟嘴，心里的莫名的熟悉感让他对谭踏放下了戒备。我没去过任何地方，自丧尸爆发之后，我便一直躲在这里。你食物还剩多少？没想着和其他人幸存者吗？不多了，估计还够吃1天。至于为什么不找其他幸存者，因为我有一种直觉，就是人性有时候往往比丧尸更可怕。前几天我看到过几人从这里经过，但是看他们的样子，我有点反感。哦，什么样子？一共3男2女，其中一个男人的脸上有一道很大的疤痕，然后还很凶狠地指使别人背物资，自己却双手空空地搂着2个女人。听完家庭的回答，谭踏也并未多说什么。明天咱就走，注意遇到丧尸不能大喊大叫，特别是不能慌张乱跑。放心啦，我又不是那些小女生，我见过的血腥场面比你多得多。哎，我什么时候见过？谭踏笑了笑，看来记忆正在恢复。好了，给我拿个毯子，早点睡觉吧。就这样一夜无话。
转眼间到了第二天早上，丧尸这个时候还不活跃，两人将东西收拾好，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后面阳台离开。几分钟后，两人来到一处围墙附近停下，那边有4、5只丧尸在游荡。除非必要情况，否则尽量不要白白耗费体力去消灭它们。我认为保持体力才能走得更远。家庭轻声哦了一下，算是应答。在谭塔的记忆中，翻过这道围墙，在不远处有一个小超市，想要找到食物和生活用品，就需要去那边。一路上，谭塔注意力十分集中，一点风吹草动都未放过。还好一路平安无事。两人来到了超市后门位置，门没有上锁，周围也并未有丧尸的残骸，初步判断这一片区域没有人类以及丧尸的踪迹。这超市里很可能会有丧尸，进去以后你注意好我的视野盲区方向，有其他情况你就扯一下我衣服，能做到吗？进入超市，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小型杂物间，需要通过这里再过一扇门，就能直达超市内部。但谭塔还担心一种情况，万一超市内没有货物，或者还有尸群，那么他们大概率只能跑路。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俩人缓缓朝前面走去。视线范围内，一只衣服很脏，只有一只手，脸上爬着蛆虫的丧尸正摇晃着朝这边过来。谭塔忍住了心，双眼一凝，直接举起西瓜刀，对准丧尸的头插了过去。绿色西瓜汁直喷天花板，丧尸抽搐2下便没了动静，真是有惊无险。哇，你很厉害吗？这么快就把它解决了？谭塔对着他微笑了一下，并未说话。谭塔，快看！丧尸爆发第18天，两人成功进入街边小超市。看着面前的景象，谭塔心中一喜。虽然这边明显被人给抢过，但是还剩一小部分零食和物资，看来可以在这里停留几天。就这样，两人再次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丧尸后，便迫不及待地拿了一些面包吃了起来。就这样，转眼间到了中午，不知道什么原因，街道内的丧尸缓缓变多了起来，漫无目的在门外游荡。谭塔，这边的蔬菜和食材都已经腐烂掉了，臭死了。哎，那边还有几箱饮料呢。小点声，注意安全，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用的工具。来到超市入口位置，谭塔从旁边找来一些柜子，两人将入口挡了起来，还在地上扔了一些碎了的玻璃渣子，又在上面盖了一些破烂衣服，这样无论是人或者丧尸踩上去都会传来声音。搞完这些后，谭塔拿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就这样，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俩人又搜索了一下物资，布置了防御。而时间也转眼间到了傍晚，因为这个超市比较小，工具方面，谭塔只找到了一把铁锹和一个完整的手电筒，其他大部分都被砸烂了。不过虽然有了光源，也不敢随便乱照，万一被某些感光丧尸或者人发现，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末世里，和丧尸同样可怕的是人性。半小时后，黑夜正式降临，街道变得神秘而阴森，仿佛隐藏着无数的不确定性。谭塔两人也很快铺好了地铺，其实就只是一堆纸壳而已，连枕头都没有，但还好各自的背包可以代替使用。就这样，转眼间到了第二天。谭塔看了一眼门外，灰蒙蒙的。什么？怎么就9点半了？天怎么还没亮？仔细望去，谭塔这才发现天空被厚厚的乌云笼罩，冷风呼啸着，拍打着门窗。外面的丧尸听见轰鸣的雷声，开始不断狂躁起来，又要下雨了。大哥，你醒了？家庭你，我都想起来了。就这样，两人在超市待了3天。超市内真正能吃的食物并不多，这3天两人也商量好了计划。他们准备带好物资，先去书店找一份地图，然后再观察一下小圆盘的指示，找到其他队友，一起生存下去。准备好了吗？等下跟紧我，记住看见什么可怕的场面都不要叫出来。俩人走出超市，再次踏上生存之路。可能是暴雨雷声的原因，原本密集的尸潮被冲散开来，街道上的丧尸并不多。谭塔根据送外卖的模糊记忆，专门挑一些小道走，一路清理着拦路的丧尸，躲开积水的街道，避开各种障碍。两人又走了不少的路，但这也不过是在乱走。
因为谭塔根本不清楚书店的具体位置。就这样，上午的时间过得很快。正午丧尸减少的时候，俩人躲在街边角落，坐下来喝水吃饼干，以补充消耗的体力。大哥，走这么久，这小圆盘还没动静，咱要不要找一个落脚点作为临时的营地，然后围绕营地活动，寻找物资什么？谭塔犹豫片刻。建立营地意味着会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地方，咱们的活动范围也会大大受到限制。先找到地图吧，实在不行的话，就按你说的来。大哥，书店，你看前面拐角是不是有个书店？闻言，谭塔立刻抬头看去，大概30-40米外的街边，坐落着一家红色外墙的书店。那书店看上去不小，可想而知里面的藏书量也不会少。主要是这样的大书店，地图册方面的书籍也不会少。收起食物，俩人兴奋地朝着书店门口溜去。快要到达书店门口的时候，俩人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然后完全停止住。书店内竟然遍布丧尸，难怪街道上没什么丧尸，竟然全部在屋子里。可能是闻见两人的气味，一只丧尸竟然朝着玻璃门撞击起来，几乎是同一时间，其他丧尸也扭过脖子，兴奋地咆哮起来：“快跑！”玻璃门的碎裂声格外刺耳，伴随着丧尸的嘶吼声。书店里的那些丧尸全都朝谭塔的方向追了过来。快，家庭坚持一下，跑到那边围墙，我把你拖上去。大哥，男人只是想买本书，却被几千头丧尸疯狂追咬。快，家庭坚持一下，跑到那边围墙，我把你拖上去。大哥，俩人坐在围墙上，大口喘着粗气。在尸潮扑上来的最后一秒，谭塔也爬上了围墙。转眼间，太阳已经只剩下一些余晖，这是天色昏暗之前最后的光明。一个伫立在繁华尘世中被围墙包围的衰败小村，村口处是一扇高大而布满铁锈的金属门，门的旁边被人用木头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瞭望台，上面有个40来岁的大叔正百无聊赖地坐着发呆。突然，大叔飞快拿起一个单筒望远镜，不太清晰的视野中，一只德牧正在飞快往城中村这边跑来，他的身后还跟着2个人。想走人？我吃！哎，我的3系！主人！大军啊，我又没嘎，你跑这么着急干啥？外面有情况。有多少丧尸？哪个方向？不是丧尸，是人，活人。小黑带了2个活人回来。天快黑了，老规矩。这是一个城中村，好像叫蔡徐村，不过在我记忆中，这边好像快拆迁完了，据说里面都是外地的打工人。狗子，你把我们带到这边干啥？说来也巧，德牧竟然也还活着，要不是手上亮着的小圆盘，他还真不敢确定，毕竟长得一模一样的德牧太多了。夜色已经渐渐降临，周围有零零散散的丧尸开始聚集，现在只能先躲进这个城中村去过一夜再说。敲门的手还没下去，铁门突然嘎吱一声打开了，看着眼前脏兮兮的2人。学生娃，叔你好，我们都是外地来这里读书的大学生，现在遇到了一点困难，能不能收留我们一晚上？先进来吧，进来再说。嘎吱，铁门又合上了。昏暗的光线中，2人被带着在村中前行。城中村人口并不多，满打满算也就40-50间房子。丧尸大面积爆发以后，得益于整座村子都被围墙环绕着，他们反而很安全。虽然村里也出现过丧尸，但是都被工人们除掉了。而那些围墙其实都不属于这个城中村，而是旁边的小区为了防他们城中村的人特意建起来的。这房子的主人已经不在了，你们就在这里过夜吧。24小时内你们最好不要出来。你们需要隔离。对，隔离。这样我们才能确认你们有没有感染那种病毒，毕竟我要对我的村民们负责任。王进步表现出来足够的善意，让谭塔2人配合下来，也很理解。
突然从外面来了这么2个人，浑身还脏兮兮，谁知道有没有被丧尸咬伤过？你们好好休息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王进步离开以后，有个大妈给他们送了3个大馒头过来，并且还提了1小桶水。王主任让我送来的，你们肯定还没吃晚饭。这边有点前2天接的雨水，可以洗漱一下。说着，大妈的眼睛突然有点模糊。我有个儿子，也差不多你们这么大，可惜得了病，起不来床。我那个男人是个没用的，早就跑了，家也不要了。我到这城里来打工赚米供儿子看病，还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结果被那东西……大妈话没说完，突然起身走了。随后，谭塔便听到了大妈最后的抽泣声。谭塔2人对视一眼，虽然心情也很沉重，但他们还是没吃大妈送的馒头，也没用给他水，因为末世之中，防人之心不可无。虽然目前表面上看城中村的人都很和善，但是人心隔肚皮，他俩也不得不提防。就这样，2人吃着从超市带来的食物。他哥，你说这里面的人靠谱吗？毕竟小黑都在这边。我也没想到还能找到狗子，不过看情况也不像坏人，还得再观察一下。小圆盘还有指示吗？现在还没有，明天再往周边走走。好了，你睡那个床，我打地铺，半夜留点神。这村子或许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就这样，转眼间到了第2天。丧尸爆发第23天，2人进入路边村庄躲避丧尸。小伙子，没出啥事吧？24个小时已经过去。看着谭塔2人并没有变成丧尸，王进步等人也松了一口气。奇怪，这小黑怎么这么喜欢你？行了，既然你俩没事，那你们可以在村里自由活动，有什么需要的可以来找我，我在村口的活动室里住。就这样，谭塔也从王进步口中简单的了解一下城中村的情况。这里居住的20-30个人几乎都是独身或者夫妻一起从乡下进城的中年打工人。丧尸的突然爆发也让他们与自己的孩子分离开来。这些人的孩子跟谭塔2人相差不大，这也是他能很快被这些人接受的原因。这些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跟谭塔一样活着，或者可以受到别人的帮助。同时，谭塔也知道了小黑的身世。原来，大概半个月前，附近发生过一次小型的尸潮，而且是正冲着这个城中村来的。当时大家都被吓坏了，猜想估计都会嘎在这一波尸潮当中。结果，小黑的主人站了出来，最终决定由他自己去引开那些丧尸。他骑上一辆摩托车，故意拖着一堆易拉罐在后面，制造出巨大声响，驶出了城中村。果然，大批的丧尸跟着他的车声走远了。之后，这附近的丧尸少了许多，而他却再没有回来过。从此以后，每当有时间，小黑都会偷偷溜出去寻找主人。这狗特别聪明，能闻到丧尸的气味，主动绕开尸群。不过，自从春生嘎了后，我还很少见到它对陌生人这么亲近。你俩算第一个。谭塔点点头，没有说话。看来那个春生也是汉子一个，狗子跟他也不委屈。就这样，因为小圆盘迟迟没有动静，谭塔2人也准备在村子里休整2天，之后再出发寻找乔乔他们。转眼间1天又过去了，今天是丧尸爆发第25天。谭塔走在村中，看见一些土地上种满了蔬菜。猪，这些菜长得真不错，好久没看见这么新鲜的蔬菜了。你想吃就让你挨一晚上弄点，我们本来就有种菜自给自足的习惯，城里的蔬菜又贵又不健康，还是自己种的吃着放心。谭塔笑了笑，从这些村民口中，他也得知，自从丧尸降临之后，他们又扩大了蔬菜的种植面积，将一些地方的路都变成了菜地，尽量能更多的获取食物。他们甚至还圈养着少数的鸡鸭，但是都放在了室内，因为他们害怕鸡的鸡叫会引来丧尸。而且他们将物资统一起来，然后按人头分配，每个人都能吃饱饭。在人员分配上，女性和男性承担着相同的事情，轮流做饭，轮流巡逻，轮流放哨执勤，严格按照一张任务表在生活着。整个城中村都在按照一种很多年前的集体生活方式生活着，但这种落后的方式在此刻却是非常的有用，能够保证大家更好的生活下去。
想着，谭他突然看见几个拿着棍棒刀叉的人排着队往从面前走过。叔，那些人是干啥的啊？他们是巡逻队的，每天在村里沿着围墙巡逻一圈，看那围墙有没有破损的地方，或者村里有没有丧尸。啊，村里现在还有丧尸吗？现在没有了。其实丧尸刚爆发那段时间，并没有绕着房子巡逻这个项目的。但是有一天，一间房子里竟然钻出来了一只丧尸，咬伤了2个人。大家才知道，原来丧尸爆发的时候，有人被咬伤了，藏在屋子里没有告诉大家，直到变成丧尸，然后不小心撞破了门，从里面冲了出来。就这样，转眼间到了晚上，谭他和家庭也吃上了热乎乎的大锅饭，听着这些大叔大妈叽叽喳喳的唠嗑，谭他感觉仿佛回到了正常社会。深夜，谭他躺在地铺上，他总感觉耳边隐约能听见一股怪声，而声音的方向正是旁边的那间房子。丧尸爆发第25天深夜，隔壁房内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但过了一会儿，声音又消失不见，若隐若无。谭他皱了皱眉头，还是睡了过去。就这样，转眼间到了第2天下午，谭他也加入了城中村巡逻队，开始巡查丧尸。家庭也帮助大妈们做饭，俩人都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谭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他的目标不是在这个城中村里活下去，而是要找到乔乔他们，一起寻找一个更加适合的地方，在末世中存活下去。有一个城中村这样的存在，就必定有别的幸存者组织的存在。走到一处房子前，想到昨晚的怪声，这个房间有人住吗？没有啊，已经空好久了。靠近房门，谭他紧紧皱起了眉头，于是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一起巡逻的人，他们也都趴在门上听了听。没有声音啊。不对，好像是有点。咱们直接把门撬开进去看看，不就完了？就这样，撬开大门以后，谭他缓缓走向怪声传来的那间屋子。刚一进来，众人就听见十分剧烈的喘息声，跟在外面听到的声音相比，简直像放大了10倍。果然，这屋子里有什么奇怪的存在。打开衣柜，里面全是灰尘，还有一个已经坏掉的纸鞋盒。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别的东西。4、5个大老爷们挤在一间破旧的卧室里，窗口透进来不太亮的光，昏暗之中，喘息声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响起。有鬼，肯定是有鬼在作怪。突然，谭他眉头一皱，转头看向地下。你们听，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这房子有地窖或者地下室之类的东西吗？好像有的，不过在另一个屋子。来到地下室入口，上面铺着一层厚厚的破纸板，不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来。谭他蹲下去，立刻闻到地砖的缝隙里有腐臭味冒出来。下面可能有丧尸。我去找人来。因为摸不准下面的情况，不知道下面的丧尸有多少，谭他也不敢逞能，只能在上面观察。起开，这种事情不该让你们这种大学生干，我们皮糙肉厚的，让我们来吧。2个大叔走了进来，熟练使用着手中的钢钎，地窖的门很快便被破开。破开的木头渣子一拿开，立刻听到里面传来丧尸的低吼声。手电光照耀下，只见一个木头楼梯径直朝下延伸，下面大概有2米左右的高度，成年人在里面完全能够直起身子来。只有一只，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只面部已经腐烂，脖子上有一块腐肉挂着的丧尸在慢吞吞地抬起头，黑洞洞的眼睛朝向光源的方向，发出低吼声。这好像是刘七他弟弟。快去叫刘七来。刘七是村里的一名工人，他弟弟在丧尸爆发之后失踪了，大家都以为他嘎在了外面什么地方，却未想到他会在村里还变成了丧尸。哎，你们看那边！手电筒照过去，只见角落里竟然还有一具穿着裙子的 S 体，不过看样子已经嘎好久了，已然变成了一具白骨。这个女的是谁呀？是不是老三家女儿？我看着不像啊，要不要下去捞上来？我看只有一只丧尸嘎掉就行。就这样，因为丧尸前期有很多人失踪，所以村里人在生存之余也想搞清楚失踪亲人的去向，做好防护工作。2个工人大叔缓缓走了下去。谭他拿着手电，看着他们走下木质的楼梯，用手中的钢钎轻松解决掉那一只丧尸。我们又拿工具又拿武器的，还以为有多少丧尸呢。突然，晃眼间，谭他似乎看到他们身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喂，干啥呢？照着点路。而随着谭塔移动手电，上面的人全都看到了一幅恐怖的景象。在两人身后跟着一只穿着肮脏到看不出颜色的裙子的丧尸，那只丧尸身体惨白，露出的皮肤上有各种青紫的痕迹，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跟在他们身后。千钧一发之际，一根钢筋一下穿透了丧尸的西瓜，丧尸瞬间倒了下去。霎时间，房间内鸦雀无声，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谭塔出手，无不被惊讶的瞪大了双眼。在他们心中，谭塔只是运气比较好、比较机灵一点的年轻人，所以逃过了一劫。空气短暂的静默了几秒之后，爆发出几声邮差这样的感叹来。就这样，接下来众人更是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遍地窖。谭塔发现这个地窖的面积并不小，里面不仅有床，有桌椅板凳，甚至还有一个简易马桶。他发现角落里堆着的是2具女性 S 体，已经腐烂到只能根据她们身上的穿着来判断性别。谭塔脑中嗡的一下，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农村地窖惊现2万具女性尸骨，甚至有些还变成了丧尸。看着地上破烂发黄的 JK 群，他脑中嗡的一下，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丧尸爆发之前，他看到过一个新闻，同城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当时他还看了照片，是一个非常清纯漂亮的女生，身上穿着的裙子跟刚才被他杀掉的那只丧尸身上的很像。谭塔走回去看那只丧尸，发现丧尸的脖子上有割喉的痕迹，难怪他发不出声音，只能像女鬼那样悄无声息地跟在人身后。他的手腕、脚腕上面有很明显的勒痕，像是麻绳一类的东西捆绑之后留下的痕迹。瞬间，谭塔脑海浮现出一个猜想：这个地窖是一个变态用来绑架、关押女性的，墙角处的那堆尸骨就是证据。谭塔眼前的这具尸体，则是最近一次被绑架的女生。她被人关在这里，任凭她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样漆黑深邃的地底会有人存在。她被绑架之后不久，绑架她的人被丧尸咬伤，逃回到这里，又将她咬伤，所以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虽说可能性低，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谭塔本想拿起手机拍下那具尸骨，然后告诉村里的人，但一想到这个可能的绑架者还有一个亲哥哥就在这村子里活得好好的，谭塔还是把手机放了回去。那个刘七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还不清楚。就这样检查了一番，众人回到房间，地窖再次被封上，避免异味传到外面来。没过多久，不只是刘七来了，连村主任王进步也来了。知道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竟然还藏着这样的地窖，里面还有丧尸，王主任威风凛凛的带着人开始一间一间排查那些空房子，企图寻找有没有藏匿的丧尸，或者是有危险的地窖。而刘七看着自己亲弟弟的 S 体趴在地上痛苦大哭了起来。谭塔看着眼前的场景，面无表情的退了出去。就这样，转眼间又到了傍晚，2个人走在村中。谭塔跟家庭讲了一下下午地窖的事情。我在纠结要不要把这件事跟大家说一下，但是这也仅仅只是猜想。我觉得可以单独跟主任说一下，防范于未然。更何况……突然，谭塔停了下来，只见手中的小圆盘又亮了起来，西南方向再次发现了队友的踪迹。什么？你们明天早上就要离开？是的，我们得知了亲人的踪迹，是死是活，我们得去看看。行吧，那你们过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一带区域的情况。王主任给了谭塔2人一张地图，还让大妈给他们准备干粮。同时，谭塔也偷偷跟王主任说了在地窖看见的尸骨，以及他的猜想，让他们注意刘七的动作，防人之心不可无误。更何况在这生灵涂炭的末世，浓白的晨雾就像牛奶一样弥漫。吃了一顿热乎的早饭，背上书包，拿上属于自己的武器，谭塔2人被一群人簇拥着走到了村口。与大家道过别之后，谭塔还是忍不住走到王进步身边，把城中村将来可能面对的威胁说了一下，并且还有意无意道：人口很多，并不一定都会齐心协力。王主任，一切都还得靠你提点。谭塔已经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寻找乔乔他们在先，他也没时间去验证这个不一定有结果的猜想。小伙子，世界是你们的，你这个人有能力，我看好你。要是你亲人朋友们不在了，你就再回来。是不是有点不吉利？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亲人在，你也能带着他们一起回来，我这里随时欢迎你。还有这个狗子，你们就带走吧。春生没了，
他天天阴谋，这样我看着也怪心疼。我看他挺喜欢你们，这狗子也很聪明，你们相互照料，我感觉会好很多。谭塔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就这样，村口的大铁门缓缓打开，两人一狗走进晨雾之中，身影慢慢消失不见。丧尸爆发第31天，男人离开安全庇护所，竟踏入了丧尸横行的街道。清晨的浓雾不仅让谭塔两人视野受限，就连丧尸也安静下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嘶吼着。不过幸好有狗子在，谭塔才没有跟丧尸直接面对面。趁着浓雾的掩护，俩人跟在小黑身后快速离开，朝着圆盘指示的方向走去。就这样，转眼间1个小时过去，太阳慢慢升起，牛奶般的浓雾缓缓散去，这些丧尸也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小黑立刻更改前进路线，蹑手蹑脚地转移到一条相对比较清静的街道上。见状，谭塔有一种很想跟狗子谈谈心的感觉，问问他最近过得咋样。不过更让谭塔意外的是，他们走了这么久，小圆盘的亮度还是没有变化。这样的话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寻找的人正在往他们相同的方向移动。谭塔想要跟他们会合，只能尽力加快脚步了。就这样，短暂休息后，两人一狗再次踏上征程，跟着小黑走了一段路。谭塔发现他们好像在往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前进，因为他看到街道上堆积的垃圾越来越多。之前暴雨带来的水灾将街道冲洗之后，他还奇怪为什么走过的路都那么干净。现在他明白了，因为当时他们行进的路线都是往高处走，高处的那些垃圾什么的全都被冲到了这些低洼地带。这些垃圾堆积的区域飘荡着挥之不去的异味。更糟糕的是，越走下去，这些淤泥越厚，之前踩上去有坚硬的感觉，现在却渐渐开始发软。谭塔甚至能看到有些丧尸现在这些淤泥里面出不来，淤泥被烤干以后，他们的腿部就那样埋在里面，整个被太阳继续烘烤着，身上皮肉被晒得蔫巴发紧，紧紧贴在骨骼上面，看上去就像陈年老腊肉一样。谭塔淡定走过去，相比杀死这些没有行动力的丧尸，还是节约一点体力用来赶路更好。就这样，接近正午时分，太阳热辣辣照下来，谭塔两人不得不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家庭喝点水，也给狗子弄点吧，累坏了，咱这一上午起码走了6、7公里了。翻开背包，城中村的大娘给他装了一些蒸熟的烟熏鸡肉、3个大白馒头、1小袋咸菜丝，再加上之前储备的物资，还能够吃几天。你看我干嘛？还想喝水？只见德木摇了摇尾巴，眼睛一直盯着谭塔手里的馒头。我丢，光顾着自己吃了，忘了这家伙也需要吃饭。喂给他点馒头吧，他应该也吃不了多少。真是日了爆了！你怎么变得比我还能吃？德木闻言，默默地往旁边挪了2米。就这样，两人一狗吃饱以后，看着外面似火骄阳，谁也没有想走的样子。咱们短暂休息一下吧，下午再出发。谭塔敢这样休息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刚才他掏出地图检查了一下，发现他们已经快到 F 城和E 城的交界处了。这边有什么需要谨慎的地方，他还需要好好规划一下。好了，咱们该出发了。看着小圆盘的指示，谭塔掏出地图册。小圆盘的指示路线上有一块地势比较高一点的街区，那边应该不会像这里存积着淤泥和垃圾，街道大概会干净，咱们从那边绕过去。虽说这样会多走许多路，可毕竟还是安全最重要。这一路上，从早上一离开城中村，谭塔就知道路途不会太顺利。这座城市有几十万人，而他在路上遇见的人才几十个。要不是这城市的人口几乎都变成了丧尸，要不就是别的幸存者，也是寸步难行。不然他早该遇到更多的人才对。就这样，时间飞逝，转眼间到了下午5点。随着天色变暗，很多丧尸开始活跃起来。谭塔观察四周，发现没有什么能一眼看出没有危险的房子。咱们去那栋烂尾楼上过夜，最起码烂尾楼是大概率没有丧尸的。丧尸爆发第32天，男人刚躲进楼里过夜，旁边的房内就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谭塔两人进入楼内，角落堆放着一些建筑材料，已经变得锈迹斑斑，同时地面上铺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没有脚印，应该没有幸存者或丧尸，今晚咱在这休息吧。就这样，两人拿了一些建筑木材，顺着楼梯上了楼。
你在这边生火，我去布置一下防御。谭他搬了一些建筑材料，并推了一个小推车挡在了楼梯处，这样丧尸就不容易直接上来。万一出现变故，他们也能争取到一丝喘息的时间。时间飞快，转眼天色已经完全变黑，街道上漆黑一片，只能听见角落传来断断续续的丧尸嘶吼声，不禁令人身体发毛。家庭把火生在了一处墙角，这样的角度，火光也不会搞得过于明亮。他哥，你说我还能见到我鸣人哥吗？咱们还能回到以前的世界吗？看着家庭，谭他也明白他的心中所想。放心，咱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他们也肯定知道怎么生存下去，咱们离他们不远了，说不定明天你就能见到了。好吧。行了，不要胡思乱想，再检查一下防御就休息吧。虽然地板太硬了，不过能睡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家庭，醒醒，好像有丧尸。我也听到了，声音很小，好像是下面传来的。谭他迅速起身来到楼梯处，偷偷往下瞄了一眼，天色很黑，看不清是什么动静，但他能清晰的听到下面有东西在攻击着推车，声音有点密集，可能结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你是说下面有尸潮？谭他并未直接回答，而是拿起一根燃烧的木柴，走到楼梯缝隙处，直接扔了下去。瞬间，谭他表情严肃起来，底下最起码有10只丧尸正不断的往上楼上拱来，楼梯上的建筑材料不断掉落，眼看丧尸就要上来。什么情况？为什么丧尸会突然进来这边？来不及了，拿好东西，从这棵树上下去，咱们去那边屋顶。傍晚刚上楼时，谭他就注意到了有一棵树长得很高，而且距离旁边的平房很近，没想到还真成了逃生的通道。承担一个人的重量应该可以，我先把狗子扔过去，然后咱俩分批跳过去就行，快！丧尸爬上来的最后一刻，谭他也顺着树枝爬了过去，只留下一群丧尸在原地不断嘶吼着。家庭见状不禁叹了一口气，可还没高兴2秒，突然2、3只丧尸竟然直接从阳台上掉落，重重的砸在地上，巨大的声响在夜晚格外刺耳。瞬间，另一边街道的丧尸也活跃了起来，疯狂着朝着谭他所在的房屋挤来。丧尸们犹如发狂一样，一层叠一层的拔地而起，几秒钟就到了窗户的位置。完蛋了！家庭，你去看看那边房子能不能过去。谭他抽起地上一根钢筋，卯足了力气朝着丧尸堆抛去，血光飞溅，2个丧尸直接翻滚了下去。但是不到3秒，又有新丧尸替补了上来。他哥，那边没有路了，过不去啊！突然的坏消息让谭他心头一紧，难道今天真交代在这儿了？正当2人一筹莫展时，忽然一支弓箭划破空气，直接卡在了房梁边缘。还没反应过来，突然又一支箭飞速射来，精准命中了2只丧尸，瞬间掉了下去。还在那愣着干什么？快往这边跑啊！谭他定睛一看，男人留着中分头，不过没穿背带裤，而是一件无袖卫衣，肩膀还有厚实的肌肉。刚才的飞箭正是从他手里的铁弩射出，来人竟然是李哲。在这生死关头，谭他身体仿佛爆发出了巨大潜能，直接掂起狗子就扔到了男人脚边。快，家庭，顺着绳子爬过去。就这样，在男人的箭矢掩护下，2人一狗顺利的爬到了对面，然后撤退到了屋内。底下的丧尸群见没了目标，刚才那股疯狂劲也渐渐平息下去，漫无目的的嘶吼着。经过这一番折腾，3人都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哲哥，你竟然还活着！家庭激动的靠了上去。哎，大妹子，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谭他笑了笑，把家庭拽了过来。谢了兄弟，多亏有你出手相助。刚才跑得着急，谭他完全没注意到兜里小圆盘的动静，现在他才看见小圆盘已经到了最亮值。没想到第3个伙伴竟然是李哲，不过李哲也跟家庭刚开始一样，还没恢复记忆。男人坐在地上，从兜里拿出一盒便宜香烟，抽出一根点燃。不客气嘛，同是天涯投命人，大家都互相照应一下，应该的。我下午就看见你们了，不过你们应该不清楚，为什么今晚丧尸会精准的找到你们。
说着，男人随手给谭塔扔了一根烟。接过烟的谭塔正想说些什么，忽然，李哲，我都跟你说几次了，让你不要在我面前抽烟，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丧尸爆发第33天，在被尸潮吞没的最后一刻，两人顺着绳子逃到了另一座楼。李哲，我都跟你说几次了，让你不要在我面前抽烟，你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众人转头看去，只见门外缓缓走进来一个身材火辣、穿着紧身运动衣的年轻女子。她五官精致，眉毛如画，嘴唇微起，一头青丝柔顺飘逸，目光犀利如剑，尽显飒爽英姿，竟然是乔乔。这不是因为这兄弟问我有没有，我就掏出来顺手点了一根吗？别生气，老大，这是最后一次了。不是不让你抽，某些丧尸对火光很敏感，哪怕是烟的那一点火光，所以你想抽就找个密闭的角落。谭塔压制住心中的激动，看乔乔这反应就知道他也处于失忆状态。我不会抽，这个你放心。你们是？哦，他们刚才在那边差点被丧尸咬了，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而且看着有点眼熟，所以救了下来。这里不安全，进来说吧。乔乔脸色严肃，对谭塔两人始终保持着防备。介绍一下吧。我叫谭塔。乔姐，我是家庭。你们俩啥关系？情侣？不，姐，这是我哥，他哥呀，你不认识了。我为什么要认识他？能活到现在，末世中的生存规则你们应该都知道。老大，你别吓着人家。你们好，我叫李哲，他叫乔乔，是我上级。谭塔看着手中的小圆盘，没有动静。李哲兄弟，请教一下，你刚才说的为什么今晚丧尸能精确找到我们是什么意思？你说的这个啊，可能你们还不知道，这丧尸也是分种类的。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丧尸对光、声音、气味等，甚至幸存者男女的敏感程度都不一样，甚至能差出好几倍来。据我们分析，应该是跟他们生前的习性有关。而你们估计今晚遇见了对气味或者火光特别敏感的丧尸，这两种丧尸往往是生前鼻子或者眼睛比较灵敏，他们发现活人后就会吸引别的丧尸一起来攻击幸存者。幸好你们碰见了我，要不然你们今晚还真不好办。哲哥，你这弩不错，箭术也很准。那当然了，老哥，我以前可是射箭冠军呢。谭塔笑了笑，你这确实很厉害，是我见过玩弩最厉害的人了。被谭塔两人夸了几句，李哲老脸一红，还真有点挂不住。你们这是准备去啊？我们谭塔虽然很想说就是来找你俩的，但是我们就是普通幸存者，大学生。我看你们这……李哲看了一眼乔乔，我们也是普通人，出来寻找物资的。好了，不早了，赶紧休息吧，明天咱们就得离开了。乔乔说了一句，便离开了房间。李哲苦笑一声，我老大比较认生，不过我看你们倒是挺眼熟的。好了，我去那边睡沙发了，你们也折腾这么久了，这房间也有沙发，早点休息，明天再说。就这样，转眼间房间就只剩下谭塔和家庭两人。他哥，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坦白啊？坦白什么？现在坦白，是个正常人都不会相信咱说的话。而且你没看你乔姐那凶悍样，别把咱俩咔嚓了。再等等，估计你李哲哥的记忆快恢复了。不过为什么乔乔的记忆还没出来？可能这个小圆盘有冷却。谭塔点点头。好了，去睡觉吧，明天看看他们在整什么幺蛾子。清晨的雾气像蚕丝一样轻盈，昨晚的尸潮已然消失不见，街道上只剩下零零散散的丧尸在漫无目的的游荡。哎，谭塔，你们是不是没有加入过幸存者社区？幸存者社区？那是什么？如果你们相信我们的话，就跟我们走吧。就这样，乔乔带领众人走过几条狭窄小道，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一辆货车旁边。眼神示意，众人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这一车物资带回去，吃上1个月不是问题。小点声说话，我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就这样，货车缓缓开动，朝着前面走去。众人开车走了约2小时，停到了一处桥的面前。我们过来的时候，这桥不是好端端的吗？
现在怎么出现裂缝了？看桥下浑浊的河水，想必是上游位置下雨了。这条河涨水了之后，将桥身冲撞了，导致出现裂缝。看这桥属于危桥了，这么大一辆货车不一定能安稳开过去啊！正当谭踏准备劝桥绕路走时，忽然电闪雷鸣，天色立马暗了下来，下一秒骤大的雨点就从天而降。丧尸爆发第35天，男人正准备拉着100吨物资过限重98吨的大桥，天空却突然下起了瓢泼大盆。谭踏看着出现裂纹的桥面，咱们绕路走吧，这里不安全了。我觉得这桥承受不住这辆货车的。不行，绕路的话，起码要多开几10公里。不说路上到处都是丧尸，更重要的是车子油不多了。这桥不长，你们快下车跑过去，我再开车过去，5、6分钟就能到对面。谭踏见拗不过乔，只能快速下车，带着李哲两人朝着前面奔去。看着其他人跑过了桥，乔赶紧启动车子朝着桥上开了过去。车身刚一压上去，谭踏便感觉到桥梁微微一晃，乔也注意到了桥的变化，来不及多想，加大油门，打算直接冲过去。正当车快要行驶到对岸时，桥梁突然开始剧烈颤抖，房顶上大片砖瓦直接被洪水震掉了下来。虽然并没有砸到车，但却将一块石头带了下来，好巧不巧的停在了车辆后轮位置。乔眉头一紧，就想开门下车挪石头。我来搬石头，赶紧发动车子，等下我抓紧车后门跟着你就行。谭踏单膝跪地，双手用力搬动大石块，试图将它移到边缘位置。雨越下越大，天色也越来越暗，间歇性的开始打雷，狂风骤雨如猛兽一般袭来。大哥，你小心一点，别过来，这桥快承受不住了。乔往前开，一脚油门踩下，货车立即朝前方移动起来。谭踏迅速抓住车门，准备借力往前跑，可突然一声闷哼，谭踏只觉得腰间传来剧痛。乔艰难地将货车开出了桥面。谭踏，你没事吧？大哥。越过家庭身影，当他来到车后门时，看到眼前的景象，瞬间双腿一软。什么情况？他人呢？看着湍急的河流，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实在是显得渺小不堪。乔姐，咱们快找他哥呀！我是医生，他如果受伤了，我可以救治的。乔眉头紧锁。我对这一片很熟悉，李哲，这批物资很重要，你开车先回社区，我去找他。不行，我也要去。那边已经塌了，你不能再跟着了，万一再多个人遇到危险，我们该怎么和谭踏交代？如果我找到他了，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将他带回社区。别哭了，乔说能找到就一定能找到，看着谭踏也不像短命的人。哲哥，你跟乔姐什么关系？你俩不会？我俩也是刚认识，我前几天才进入到幸存者社区，不过他在社区的职位貌似很神秘，而且身手很厉害。这次寻找物资我也是随机组队到了他，本来我们队有4个人，但是其他人都被丧尸咬了，就只剩下我俩了。不过我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谭踏，希望他哥乔姐都没事吧。不知过了多久，一条平静的小河旁，谭踏艰难地将身躯拖到了岸上，在掉入河里的前一秒，谭踏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这么大的洪水，大概率会将他冲得4分5裂。可不知是自己好事做尽，还是主角光环的原因，他竟然神奇地抱到了一节枯木，浮力刚好够他换气。就这样迷迷糊糊地飘到了岸边。谭踏动了身子，一阵酸痛感传到大脑，能感知疼痛，说明情况还不是很严重。检查了一下身上的东西，掉下来时谭踏把刀从车里抽了出来，还有1盒火柴，虽然已经被打湿了，但只要晒干应该还能用。就这样，谭踏用火把一步烤干后，看着逐渐落下的太阳，他强忍疼痛站了起来，得寻找庇护所了，要不然一旦夜晚丧尸活跃起来，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从旁边小路走上了公路，谭踏就这样拄着西瓜刀顺着公路走了进去。他很累也很难受，但这个时候无法停下来歇息，一旦停下，迎接他的只有死亡。
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在走过一段下坡弯道时，谭他看到了前面停着的一辆小汽车，撞在了旁边的石头上，车头都基本瘪进去了。透过车窗，幸运的是车里没有丧尸，也没有嘎人，甚至后座还有2瓶矿泉水和一袋面包片。看到这，他就打算先不走了，打开车门，谭他一头扎进后排座位，把车门一锁，车窗一挡，便疲惫地睡了过去。男人躺在臭烘烘的垃圾堆里吃着国宴，反而感到很满足。原来今天是丧尸爆发第36天，谭他躲在废旧汽车里躲避丧尸。半夜浅睡中的他突然听到一阵丧尸的低吼和杂乱的脚步声，饶是他再困再累，现在也是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紧紧躺在后座上，蜷缩着身子，生怕发出一点响声。外面的丧尸围着车在转圈，时不时发出碰撞声。不过可能是车里垃圾的气味掩盖了人的气息。过了几十分钟，丧尸慢慢离开了车旁。就这样，天亮了以后，提心吊胆一夜的谭他小心坐起来，从4个窗户往外看了一下，均没看到丧尸的踪迹，于是就出现了开头一幕。他小心翼翼地拿起面包，就着矿泉水吃了下去，这味道在末世中真的堪比国宴。就这样休息了一下，谭他把车里的水和面包装进口袋，走了出去。他必须得再去找点食物和淡水，然后想办法和乔乔他们会合。虽然他现在不知道方位，但顺着上游方向一直走，肯定能回到之前的大桥。谭他拄着长刀，专门挑没有丧尸的小路，小心谨慎地走着。不知过了多久，谭他遇到了第一个指示牌，上面写道：一城欢迎您。谭他愣了一下，没想到自己被河水冲了这么远，朝着城市里越走越近，一路上遇到了好几具丧尸在路边游荡。如果不是必须经过他们，谭他不会上前耗费体力去击杀。除了绕开丧尸外，谭他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丧尸血液涂抹在身上。这个方法谭他之前就用过，确实能避免被丧尸攻击，但是持续的时间却不长，因为丧尸血液一旦凝固，气味也会消失不见，或者万一遇见下雨，那就棘手了。环顾四周，谭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一条商业街，周围都是一些服装店、餐饮店之类的，毫无疑问里面肯定有食物和水源。但危险的是，整条商业街里布满了丧尸，看这阵势，估计都是丧尸爆发时刚好出来逛街，却没想到永远的留在了这里。看着太阳逐渐落下，一天马上又要过去，谭他咬了咬牙，戴上口罩，跑到角落一具丧尸体旁。强烈的尸臭扑面而来，谭他胃里一阵翻涌，也顾不上恶心，他直接把一大滩丧尸黑血涂抹到了衣服上。马上天黑了，再找不到地方过夜吃饭，那他跟嘎没区别了。就这样处理完后，谭他靠着墙边缓缓走进街道。果不其然，街道上的丧尸并没有发现谭他，只是有1、2只丧尸突然嘶吼了几声，环顾四周后又停了下来。谭他不敢耽误时间，率先来到一家服装店门前，确定里面没有丧尸后，迅速溜了进去。趁着还有一点光线，谭他故意发出声音，慢慢检查着各个角落，很安静，没有出现什么状况。还好，虽然外面街道丧尸很多，但至少一些店铺里没有，可以休息一晚了。之所以选择这间店铺，是因为除了里面没有看到丧尸之外，谭他还看到了一个饮水机，并且旁边还放着的一桶未开封的纯净水。足足喝了3杯，谭他才停了下来。跑了一天，实在太渴了。喝完以后，谭他又在柜台发现了几包零食。突然，谭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年轻精致的老板娘吃着零食坐在柜台前追剧，可惜现在都已经化为烟尘，这些零食只能交给谭他了。短暂休息了一下，天色已经彻底黑了，门外的丧尸又开始活跃起来，尖锐的嘶吼声听得人心里发寒。好在运气不错，这家店刚好还是男装店，谭他找了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因为那一桶纯净水喝不完，他也带不走，所以谭他也正好清洗了一下身上的丧尸血液。就这样忙完这些，谭他躺在一堆衣服上睡了过去。深夜，末世的街道格外瘆人，店门口游荡着一群又一群的丧尸，他们仿佛感知不到人类便誓不罢休一样，一直来回行走着。
大早上突然亮起的小圆盘让谭塔惊醒，从服装店一路跑到天台之上。他抬头看向小圆盘指示的方向，那边是一座大学。男人蹲在楼顶往下拉粑粑，底下的丧尸屎到临头了，却只能无能的嘶吼。原来今天是丧尸爆发第39天，谭塔发现队友踪迹后，在天台休整了一天，就再次踏上了路程。看着眼前紧闭的学校大门，估计是丧尸爆发后，校内人员封闭了学校1个多月，没人管理，门口已经变得脏乱不堪。谭塔躲在角落，小圆盘显示队友就在学校这边，左右打量了一下，选了一处丧尸较少的区域。谭塔踩在石头上穿了进去，刚一跳下围墙，他就迎面碰到一只丧尸，身上穿着连衣裙，腿上有个巨大的血洞，整个人已经面目全非了，龇牙咧嘴的朝谭塔走了过来。没有犹豫，谭塔卯足力气，一刀解决了面前的丧尸。翻墙进来的区域应该是办公楼，这边并没有多少丧尸。环顾四周，谭塔贴着围墙往小圆盘指示的方向溜去。就这样走了几分钟，突然只见小圆盘的灯光突然开始变弱，几秒后竟然直接消失不见，这什么情况？难道他离开了这边？谭塔心中1万只没狸猫奔腾而过，世事无常。谭塔暗骂一句，就准备找地方翻墙离开学校。毕竟如果学校不是在放假期间，里面的丧尸数量不可估量。小江学妹，你看你这苦苦抵抗，又是何必呢？跟了我又不会害你。突然，谭塔面前的楼内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听到这些，谭塔并不想多管闲事，他躲在围墙下面的草丛里，打算等楼里的人离远了再走，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你休想，我就是嘎也不会让你得逞。小江学妹，咱别动不动就把嘎挂在嘴上，你要知道有多少人想活都活不下来呢。你还有脸说？陆枫就是被你害嘎的，我亲眼看到你将他推下去被丧尸咬了。女孩名叫江瑶，就读于地林大学，是一名大2的学生，品学兼优，长相漂亮，在学校里一直都有很多追求者。而此时面前的这个男人叫孟凡禅，是大3的。自从开学第1天，吊儿郎当的孟凡禅在新生接待时看到江瑶的第一眼，便像个苍蝇一样开始了死缠烂打。就算江瑶明确的拒绝过，孟凡禅依旧我行我素。不过他始终不敢越过那条红线，直到丧尸爆发，秩序崩塌，隐藏在他心中的欲望开始膨胀。你是说你的青梅竹马陆枫哥哥啊？他那种只知道学习的废物，这么个大美人在他眼里却只会放着，不知道享用，还想保护你英雄救美。看着江瑶那玲珑有致的身材，以及那吹弹可破地雪白肌肤，孟凡禅眼神里尽是火热。都世界末日了，跟了我，这些食物都是你的。呸！你做梦！没有镜子总有尿吧？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既然如此，那你就别怨我了哦。瑶瑶，你快跑！你俩废物还愣着干什么？还不上来拉开他？他就是你俩的。2个跟班冲上前，将李欢欢直接拉开。混乱中，江瑶又跑了过来，一叉子插在3人身上，可惜有衣服阻挡，这一下只是痛得孟凡禅往后退了几步。你 TM 真是不知嘎火！挣扎之中，看着江瑶那雪白的脖梗，孟凡禅顿时心跳加快，猛地将江瑶丢在地上，下一秒就准备脱自己身上衣服。瞅准时机的江瑶奋力从地上爬起，拿起孟凡禅装食物的背包就往阳台跑去。别扔！背包在空中划过一条弧线，力气小了一点，背包没扔过去，却刚好掉在了谭塔草丛前面。下一秒，谭塔就和上面的3人八目相对。什么人？愣了几秒，确定谭塔不是丧尸后，前面的朋友，麻烦把那个背包扔过来一下。别扔过来，背包里是丧尸的手臂，会感染人的，快将它扔掉。闭嘴！别听他胡说，朋友，背包里没什么，就一些衣服之类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和我无关，我只想离开这里。朋友，那你走了就是，我们自己等下过去捡。孟哥，我看那人也背着一个挎包，里面或许也有食物。他有武器吗？
这没看见，好像没有。这样啊，你拿着这小刀，等下我跟你一起上前制服掉那个人，把背包抢过来。朋友，真是感谢你了。只不过朋友，你那包里是什么东西？让我瞧瞧。1个月前就死掉的人，如今却在公司上起了班。一个身穿正装的牛马丧尸嘶吼着，满脸的腐肉不断跳动。就算变成了丧尸，他也下意识地敲打着早已黑屏的键盘。原来今天是丧尸爆发第40天。朋友，把吃的东西交出来，我们还能饶你一条活命。谭踏嘴角一抽，没想到这3个人怎么恶劣，这是见人就抢。现在的学生都这么厉害吗？我们3个人，你1个人，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平时这孟凡禅就嚣张跋扈惯了，末世来临更加让他变本加厉。眼看遇到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可能还有食物，他又怎么会放过？但可惜的是，谭踏并不是普通人，几年的末世生存让他练就一副好的战斗意识和技巧。仅仅一刀，直接从男人喉咙飞快划过。王毅，后面的江瑶脸色惨白的看着前面，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刀当场嘎人。这几个人就算是末世来了，那也只是学校里的学生。看着谭踏冰冷的眼神，另一个跟班想往后跑，却腿软的使不上劲。孟哥救我！大哥，我有眼不识泰山，你好人有好报，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过节，但现在你安全了，赶紧走吧。不行，我想嘎了他。你个臭碧池，给我闭嘴！丧尸的嘶吼声传来，应该是刚才的喊叫引起了丧尸注意，不能耽误时间了。鲜红的西瓜汁飞起，孟凡禅肥胖的身躯抽搐几下，轰然倒地。将孟凡禅掉在地上的书包捡起，打开一看，里面果然都是一些吃的。大哥，你……听到这声，谭踏抬头一看，发现2人用渴望的眼神盯着自己手里书包。想了想，谭踏随手拿出几包吃的，丢在了2位女孩面前。走吧，别留在这边了。就这样，谭踏迈着小碎步离开了这片区域。看了一眼墙外，只有远距离有7只丧尸，威胁并不大。接着他翻过围墙，离开了学校。至于那2位女孩，谭踏并没有带她们走，甚至就连名字都没有问。他现在要做的，只有尽快和乔乔他们会合。转眼间，天黑逐渐昏暗。到了傍晚，谭踏一路避开丧尸，来到了一处宾馆。推开门走了进去。进入宾馆，前台一只丧尸走了上来，目测了一下，这应该是宾馆里的工作人员。谭踏不敢轻敌，丧尸这种东西，哪怕他们的爪子轻轻抓你一下，都会被感染。来到前台处，谭踏翻找出来一大堆钥匙串，选了2楼的几把钥匙带在身上，迈步往2楼走去。至于为什么不选更高楼层的房间，因为高楼层不方便离开，低楼层则可能被丧尸堵住，只有2楼最适中。而且谭踏来的时候还发现2楼房下有汽车，这样如果出现意外，也可以跳到车上逃跑。就这样进入房间，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尘，甚至还有蜘蛛网，不过东西都摆放得很整齐。估计丧尸爆发时还是空房间。谭踏坐在床上吃了点东西，看着手上暗淡无光的小圆盘。这样不是办法，得找一辆能开的车。瑶瑶，天已经黑了，咱们今晚去哪休息？我好害怕啊！来这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里有一间宾馆。就这样过了一夜，宾馆里并未发生什么状况，这也是谭踏睡得最好的一晚。柔软的大床垫甚是舒服。天刚一亮，谭踏打开门就准备离开，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前脚刚走出去，对面的房间就打开了。大哥，你能不能带上我们一块走？